大家好，这里是聊科技，我是陈德林。就在刚刚，vivo发布了 X60系列手机啊。那我手上这一台呢是华彩配色的 X60 Pro 啊，拿在手上的感觉呢非常的熟悉。对机身整体外观的设计呢，延续了上一代 X50 Pro 的轻薄，而且更轻更薄。整机重量为179克，厚度为7.69毫米。前面这块6.5英寸的 OLED 屏啊，由之前的侧边挖孔更换成了居中挖孔，可以带来更加的显示与自拍效果。机身顶部依然标有 Professional Photography 的字样，底部基本保持一致。背面主要的区别呢，就是相机模组，4个镜头的排列更加紧凑，这样就可以将原来后盖上的闪光灯移到镜头保护盖上，整体感有了不少的提升。最显眼的就是这一颗蔡司的小蓝标，这次 vivo 与德国镜头品牌蔡司进行了深度的合作，将微云台升级到了第2代。实际的拍摄效果啊，我们拍了几段素材供大家参考。X60 Pro 啊，首发搭载了三星最新的5纳米 Exynos 1080芯片，同时还支持3个G 的手机储存空间，用于扩展内存。通过初步跑分测试可以看到，其分数和高通骁龙865旗鼓相当。在室温20度左右的情况下，连续运行1小时和平静音啊，背部最高温度在30摄氏度左右，热量主要集中在顶部中间区域。此时的机器呢，拿在手里啊，仅只是热乎。那趁手机啊还是热乎的呢，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拆它。第一步，取出卡托。卡托位于机身的左下角，双卡设计啊，并设有防尘防水胶圈。关机放置加热垫加热3分钟后，用吸盘从底部拉开一条缝隙，接着拆机片沿4周划开。后盖4周白色的密封胶非常的厚而且结实。不用拆机片，这样划完，一处断裂都没有，几乎保持原位。装回去的时候呢，估计是不用再重新打胶了。缓冲泡棉则被设计在了 NFC 线圈上，对应相头开孔的位置都设有缓冲泡棉。机器的内部同样是常规的3段式结构，顶部左侧的后置相机模组排列与位置和上一代保持一致，不同的是改变了闪光灯和后置传感器的位置，同时在盖板上加入了更多的金属来保护后盖。电池上方也同样覆盖了2张不同大小的散热膜。先拧下顶部盖板的12颗螺丝，其中有1颗不同规格。断开闪光灯排线后即可取下盖板。为了增强密封性，在盖板、中框、后盖3者的缝隙处还多加了1层密封胶。闪光灯和后置传感器呢为同一条排线。由于镜头模组更加紧凑了，并将闪光灯移到了最下方，因此排线做的比上一代呢要更长一些。往右是 NFC 线圈和2处天线，对应背面的位置是2处天线的触点。不仅在后盖上，连盖板上对应镜头开孔处啊都添加了缓冲泡棉，使得镜头可以多1重保护。顶部对应听筒的位置同样也是有缓冲泡棉。断开电池，2条主副板连接排线，相机连接排线和2条同轴信号线。在拧下1颗固定螺丝后，将主板和相头一并取出。镜头侧边呢还有胶与主板固定，在前摄与后摄的排扣上贴了1张相连的散热膜。主摄的背面还贴有大面积的散热铜箔。相信看过我们在 X50 Pro 的小伙伴呢，应该知道了。由于主摄加入了云台设计，为了不让云台受到束缚，后部加长的空间呢是堆叠的排线。主板的正面和背面都贴有大量的散热铜箔。正面所有的内连座外圈都设有缓冲泡棉。主板的设计呢，也很好的延续了上一代的优点，将相机与主板部分一分为2，能更好的控制散热。在这个区域，除了相机连接座以外，并未加入其他的元器件。也就是说，即使重摔导致中间断裂，除了相机以外，并不影响其他功能的正常使用。不过设计师呢，肯定也是多方面考虑了这个问题啊。为了减少薄弱处受损的概率，在中间多加了2条金属。撕开铜箔后，可以看到 LPDDR4X 12G 暂存，下面压着的就是三星最新的5纳米 Exynos 1080芯片，不过体积明显要大一些。主板所有的座子维修参数放图片供大家参考。由于并没有加入立体扬声器所以听筒呢相对会小一些，这一点也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。而对于非常在乎震动体验的小伙伴呢，可能就有点失望了。这震动马达确实太过于传统了。
继续拧下底部盖板的7颗螺丝，同样也有一颗不同规格。盖板的一侧有一块天线小板，通过蓝色的同轴信号线与主板连接。盖板与底部扬声器一体，大小厚度中规中矩。断开指纹、主副板连接排线、屏幕排线，两者之间贴有相连的导电布。断开一条同轴信号线，再拧下一颗固定螺丝后，即可取下副板。副板上所有内连座的外圈都贴有红色密封胶圈，毕竟从底部进水的概率要大很多。副板上集成了送话器、卡槽、Type-C 接口和充电保护电路。屏下指纹通过泡棉胶固定至中框，排线处还单独贴有胶固定。电池粘得比较紧，虽然有易拉胶，但还是需要很用力才能将其取下，会有一些轻微的变形，不过稍微压一下呢就能修正。电池的容量为4200毫安时，相比上一代还压缩了115毫安时。整个中框上有开孔的位置几乎都设有密封橡胶圈。撕开两条主副板连接排线后，可以看到中框内还镶嵌着一根 VC 均热把。主板的热量通过导热规子向下，经过 VC 均热把，中框向外导出。有着这条 VC 均热板的加持前面我们也看到了，在重度游戏下的温度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其实 X60 属于摄影旗舰的定位而这是首发搭载的1080芯片表现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相信这一块芯片呢，能够让 X 系列在性能上有进一步的提升，而在外观与影像方面呢，也依然继承着 X 系列的优良传统。这一次呢，与蔡司的合作也让影像的体验有着进一步的提升。好了，本期的赛事视频呢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